唐叔，哎，唐叔，我听人家说日本兵到处找你。我知道。你知道，你不怕？有什么好怕的？我在这里等他们。哎呦，大难临头还说那么轻松，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亲戚呀？啊，是你英雄啊！当年面不改色，倾家荡产去支持革命，你现在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面了，死不死是没关系的。哎，我就不同了，我还年轻啊！如果日本兵知道没有关系，会害死我的。你放心吧，我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支持孙中山搞革命，替他养家，把打同街的房子借给同盟会，自己生意财产也不顾啊，搞到这种地步，有没有后悔？我从来不后悔，永远都不会后悔。是啊，不后悔，不后悔啊！当然不后悔啦，那么风光啊，连南京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也请你当南洋的代表去出席了，当然不后悔啦。又怎么样？还不过是几张照片。喂，我的照片不能拿，放下！哎，放下！放下！你放心了，照片不值钱，我要是相框，相框也不能拿，给我放下！喂，你没有想过啊？要不是我照顾你，能活到现在吗？我现在拿去卖也是应该的嘛。不能卖，不能！哎，走开你！阿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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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照片还给我！阿昌！哎呀，照片不要你的，我要的是相框。我不准你拿我的东西。喂，唐叔，不是吧？孙中山跟你非亲非故啊，你替他养家。黄花岗企业关什么事情啊？你卖田卖地去支持他，我让你这个相框而已吗？这样紧张，有什么了不起？喂，你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这欺负一个残废老人！哎，这是我们的家事哎。我跟你没有亲戚关系。哦，没关系就好。认识你啊，日本人会抓的。站住！把照片留下。哎，你把东西留下。走了，你还走？信不信我打你啊？哦，拿去，切，了不起啊！走了。切。庆生啊，幸亏你经过，不然的话，这些照片就保不住了。我不是经过，是特地拿东西给你的。哎，我都说了，不要再送我东西，你们只是不听。我们怕你挨饿嘛。你们年轻人做大事应该多吃一点。我是糟老头，少吃一点没关系。不行，你大半辈子为革命奔走，晚年还鼓励华侨抗日，我们怎么能让你受苦呢？干嘛老提陈年往事？怎么想哄我开心是吧？要是你肯搬到我那里住，我会更加开心。我这里住得好好的，干嘛又搬呢？你知道日本兵在找你吗？我知道。那你一点都不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全滨城有谁不知道我支持过抗日？他们要抓我的话，我在这里等他们。你可以躲起来的，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我行动不便，不想拖累你们。我住的地方是郊外，很偏僻的，他们找不到你。不要再提，不要再提！你再提的话，这些东西你全部给我拿回去。吴先生，你好神气，好威风啊！提到威风，你看这个才威风呢。那是辛亥革命之后，我以南洋总代表的身份出席南京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时候拍的，够威风了吧？听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让你拥有一些专利权和某些中国商品的南洋总代理权，你后来都拒绝了。我当然拒绝了。支持革命是我们海外华侨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哎，你看这张，是我跟孙中山先生一起合拍的照片。只可惜孙先生英年早逝，后来世界经济大萧条，我的生意垮了，身体也跟着垮了。后来突然半身不遂。要不是你全心全意为革命奔走，
也不至于把身体弄坏。秦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陈年往事告诉你？我一生为革命、为抗日付出，我真的不想到我这个年龄才晚节不保，落得个连累抗日者的罪名。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喂，你是干什么的？我拍照啊。你没看见外面挂着个牌子说闲人免进吗？对不起，我没留意到。那你拍好了吗？我这就走。什么事啊？那是什么人？说是来拍照的。这年头还会有人有闲情拍照？幸亏不是日本兵，要不然你没有化妆可就危险了。在家里也要丑化自己吗？你在跟踪我啊？我送鸭蛋来到镇上，怎么那么巧？你也从养鸭场来到镇上？你一粒鸡蛋卖10元，那鸭蛋不是更贵吗？有人买得起吗？我是拿去跟人家交换一些米粮的。在这么乱的时候，你还有心思游玩拍照？我不是游玩，是工作。我是记者，拍些照片回去报馆。记者？是摄影记者。专门拍些风光景色的吗？我看到冰川的景色这么优美，顺便拍些照片作为纪念。不过最主要的，是拍一些战争的情况。拍战争照片？我一路从泰国下来，拍了不少照片，也看了不少战争的情况。我给你看看我拍的照片吧。这就是被战火毁坏的村庄。原本是一个很美丽的村庄，一场战火全都完了。和这些地方比起来，槟城算是幸运多了，没有被炮火毁坏。这么多逃难的人，他们的家都被炸了，现在全都无家可归。一场战争，把土地和人民都蹂躏得不成样。真不明白，为什么要开战呢？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一定要发动战争，把好好的生活都毁坏了。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高一峰，你呢？我叫林金生。这名字很好。在这个年头，能够生存是值得庆幸的事。这么晚还没有睡啊？等你嘛，最近日本兵经常在附近巡逻，你那么晚才回来，我担心你嘛。我是抄小路回来的，不会看到日本兵，你别总是瞎担心了。
你一定是饿了，我煮番薯粥给你吃，趁热吃吧。谢谢。你今天吃了没有？吃过了。再吃一点吧。我真的吃过了。你在外头跑，应该多吃点的。你每次只吃些番薯，要把米饭留给我。来，再吃一点。不贵。这些是什么？这是木薯做的年糕，快过年了，要应节。又要过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是啊，只是今年过年是有家都归不得了。不贵，你想不想回新州过年，看你婶婶阿呆？你想回去？你想不想回去？你呢？你是不是也想家了？你回我就回，你留我也留。回去吧。什么？你婶婶阿呆一定很想念你。况且，你不能老和我留在这里啊。其实我也是很想念他们。为什么突然间要回去？我们收到消息，要派些人回新州。怪しい者が中に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て、絶対に同日分子を逃すな。ちゃんと座れ。行け。行け。你们大家下来啊！谁着急了，找个地方帮备啦！快点，快点下来，快点下来！喝点水吧。好。不知道天亮之前会不会回到新加坡？我去找个地方小便。快点，快点，上车，上车，快点，快点上车，快点，快点！
慰，安定的心无比安慰。如果能让时间后退，星星还会不会追？烽火飞花，爱恨纷飞，收不回。昨日在今日徘徊，何日相对？如果梦还可以延续，就不会醒着不睡。谁？烟火中你的眼泪，无所后悔。当我终于做好准备，风不会在你这吹，风不再吹。很晚了，让我去吧。我不想拖累你。我明白，我不怕你拖累。你跟着我要吃苦，又要担惊受怕，何苦呢？你可以过些平静的日子，何必跟我过这些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不能给你任何的承诺，在这个年头，我不能够有家室的连累。我说过，你留，我留；你走，我走。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一个人活下去。レイ、お待たせしました。注意殿、あちらにお車のご用意ができました。坂本注意、どうぞ。うん。はい。天皇陛下万歳。ここについてからずっと写真を撮ってるな。しかし今日文書を探し出すのが先だ。ここの景色が好きなんです。確かにペナンは美しい景色が多いが、今日分子も多いぞ。我ら一致団結して今日分子を一掃しよう。おお、女の歌声だよ。女の歌声。おいおい、美人かもしんねえぞ。早く見に行こうぜ、早く。早くしろよ。而且。バカ野郎！始末しろ！今日分子を一掃しろ！
大粛清だ。今日文書を捕らえるのだ。大粛清のためなら潰れない百姓まで殺すのか。抗日分子のせいだ。あいつらのせいでみんなが死んだんだ。抗日分子がいなかったら殺さないのか。日本兵，快在后面躲起来，快！礼をしろ。やめろ。はい。下がれ。はい。你就是吴世荣。我就是。照片中的女人，这是我母亲惠子。她手上抱着小孩，就是我坂上一郎。母亲10年前去世了，她临终前跟我说，我父亲叫做吴世荣，住在槟城。如果有机会到槟城，一定要跟他相认。お嬢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吴先生，我没事。吴先生，父子相认是件好事，你别难过了。是，父子相认，的确是件好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儿子今天来见我，身上穿的竟然是日本的军服。战争爆发之后，我双腿不良于行，家道中落。可是我还是到处鼓吹抗日，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可是我儿子竟然是日本军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讽刺？我不知道他的手沾着多少同胞的血。请生，日本人的东西我不要，拿出去。吴先生，这又何必呢？拿出去。哎，他走了，哎，去看看，哎，米啊，这是米吗？哎，是米吗？哎，是啊，是啊，哎，米啊，那个，哎，这边来，我看到了，哎，放下，走开！哎呦，别说这里的，是我堂叔的，他不要，这是我的了，走开！走开！大西少佐の命令だ。もっと厳しく彼らを調べるのだ。抗日文書を許すことは皇軍に謀反するという意味だ。最近よく奴らと接触しているらしいな。何をしてるかは分かってる。報告します。どうした？郷さんがお米を全部人にやったそうです。你来干什么？我知道你把米送给别人，拿回去。我已经说过了，日本人的东西我不会要的。这不是日本人的东西，是儿子对父亲的心意和照顾。主战日军乱杀害无辜民众是事实，不过我没乱杀害无辜民众。我能明白你憎恨日军的心情。我是你儿子，我是遵照母亲临死前的嘱咐来找你，尽儿子的责任。希望你能够明白。今天又来了。现在全滨城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当日本军官的儿子。日本军官也不是全部好战好斗，别说板上不是主战者，就算是，也不会影响吴先生的名节。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是。其实我和板上曾经有一面之缘。当时我以为他是一名记者，和我一样，痛恨日军，热爱家园。我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却没想到，原来我们是敌人。老天真会捉弄人。我前半辈子支持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后半辈子鼓吹抗日。真没有想到，到我快要终老的时候，竟然出现一个当日本军官的儿子。板上的出现，的确有让你为难的地方。可是情理上，你们是父子，父子原本就应该团聚相认的。没错，在情理上，我应该庆幸我们父子重逢。可是我现在亲眼看着我儿子为敌效命，我能安心吗？我这里常有日本兵进进出出的，你不要再冒险来找我，免得连累你。对了，就快过年了，该回去新州看看你的家人啊。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呀？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你是不是觉得我留下来会不方便？是有点不便。我来看你，是冒险。可是板上来看你，同样也是冒险。有很多抗日分子都非常痛恨日本人，只要是日本军官，他们都不会放过。我知道板上经常在这里附近出现，你叫他小心一点。我来陪你一起吃饭。我带了山猪肉来，还很热，过来尝尝吧。我听我几个随从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过肉了。连日本兵都说没好东西吃，可想而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有多难过。你什么时候加入军队？中日战争之前。什么时候当上中尉？中日战争之后。为什么来找我？因为母亲临终嘱咐，因为你是我的父亲。你知不知道，我支持过抗日活动？我知道。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政府，是为了让人民过好日子。我支持革命，是为了尽做华侨的责任。就算我倾家荡产，也无愧于祖先。全滨城的人都很尊敬我，这些都是我得回来的荣誉和赞美。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我虽然半身不遂，可是我还是到处筹款抗日。在滨州，我发过电文给汪精卫，劝他坚持抗日，不要依附敌人，
不要做出卖国家利益、有损民族精神的事。可是我现在愧对于这些赞美和荣誉，我没有资格说抗日。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使到你的名声受损？我叫别人抗日，自己现在吃的却是日本军的东西。你说我有什么脸去见乡中父老？我回来，只是因为我想尽做儿子的责任。没想到回令你这么为难。如果我不再来，你是不是好过一些？是。求求你救我儿子！你们起来，发生什么事了？我的老公儿子都给日本兵抓走了，求求你去把他们救出来。我儿子啊，被日本兵抓去了，说是抗日分子，怎么会是抗日分子啊？求求你救我儿子啊！我的男人已经被抓走了好几天，吴先生，你可怜我，把我的男人救出来吧！你要怎么救？你的儿子是日本军官，你去向他说，叫他放了我的男人。我是啊，求求你啊！我现在没有办法，救救我儿子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怎么会来这里找我？是村民请我来求你，释放被抓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为难，但是我受人所托，不得不向你开口。我们日军抓的只是抗日分子。你胡说！他们不是抗日分子，他们是小镇居民，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跟日军作对。我敢担保，这名单上的人都是良民。我回去查看，如果他们不是抗日分子，我会立刻放了他们。呀！
かったぞ。面白い場面があったのに。町で捕らえた人たちは全部死んだ。死んだ。あいつらはちょっとの苦しみに耐えきれずすぐ死んだよ。死了是不是？都是有血肉的活人，你们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都不是抗日分子，他们都是良民，只是抗日的就只有我。你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滥杀无辜？啊！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的儿子去当日本军官，为虎作伥，杀害同胞。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我的血，你知道吗？是华人的血，你不要忘记，所有的华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叫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死去冤魂的家属啊？血债血还，你叫我拿什么去还人家啊？你打死我，让我去还人家的血债，你知道吗？你听到吗？啊！はい。開けろ！動くなよ！動くなよ！あった！早く連れて行け！もうお待たせ！早くしろ！这是我军作对的下场，是不是抗日分子？不是。抗日分子到底在哪里？不知道。
忙，帮我查查林先生是不是在里面，求求你啊！どけ。求求你啊！どけ。求求你，求求你！行くんだ。先生，先生，请你帮我查一查里面林先生在不在？有人告诉我他被关在里面了。他是抗日分子吗？不是，他是好人。这里关的都是抗日分子，你要找的林庆生不是抗日分子，就不会在这边了。回去吧。先生。行け行け、あっち行けよ。邪魔だよ。行け。ほら行けよ。庆生。庆生怎么会被抓呢？而且还被日本军抓去，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板上先生，请你帮个忙，把他给放了吧。皇军只是抓拿抗日分子，庆生是不是抗日分子？不是，庆生真的不是抗日分子。板上先生，请你看在朋友的份上，求求你去救他，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求你，救救他！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不是。連れてけ。はい。待て。ここは憲兵部だ。勝手に人を連れ出すことはできない。憲兵が捕らえるのは抗日分子だ。罪のない百姓じゃないだろう。こいつは抗日分子だ。証拠は？雑貨屋で反日の新聞を見つけたのだ。それが証拠だ。彼は麻雀をやってただけで、新聞は彼とは関係ない。証拠もないのにいいのか？小木少佐の命令に従っているだけだ。少佐の命令に逆らうのか？私は皇軍に従い、皇軍は抗日分子を捕らえるんだ。連れてけ。はい。君。見てくれ。你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你们出去，どうしたんだ？どうしたんだ？出去，不要碰我。もう年だからね。風邪もひいてるし、軽くないよ。注射が必要だね。早く。你病得不轻啊，要吃药。不要吃药，我不要吃药。薬を飲まないとこのままじゃ治らないな。我愧对乡亲父老，我愧对死去的冤魂，我根本就不想活。出去。你没愧对死去的冤魂。走，走吧。我没有杀过那些无辜的华侨。我先尽力想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我迟了一步，这不是我的错，更不是你的错。我有华人的血统，有华人感情，同时我也是个日本人，还是个日本军官，我得服从军令。我也身不由己。那些华侨同胞们受苦受难，我也是很难受的。爸，爸，我是个随军出发的人，有机会来到槟城与你相见，是我们父子有缘。只想在我可能的范围内，尽一尽我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要折磨你自己了，让医生替你打针吧。说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爸，我求求你。
伤得不轻啊，这罐药你拿去服用吧。现在战乱，要拿些药不容易啊。要拿这些药，我还有办法。放心吧，这是英国药品。谢谢，还谢谢你把我救了出来。宪兵部下令要严格的对付抗日分子，他们下手会很重的，我很抱歉。你不穿军服，我还真看不出你是日本军官。其实我是在隐瞒身份，方便我探听吴世荣的下落。他是我父亲。这件事，全滨城人都知道。不过真没想到，吴先生会有一个当日本军官的儿子。那你是不是认为，是我玷污了他的名声？你并没有玷污他的名声。你们是两父子，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吴先生支持抗日是事实，日本人侵略马来半岛，同样也是事实。你是日本军官，吴先生是爱国人士，你们两父子站在敌对的阵营，这确实会让很多人震惊。我来找他，是为我母亲临终的祝福。来到槟城，只想尽做儿子的责任。我什么都没想，更没想到我的到来会带给他这么多为难，会毁了他的声誉。再高的声誉，也比不上骨肉情。吴先生在风烛残年能够和你重遇，我想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我带有中日混血，又背着军官的使命，我不能够长期在身边照顾他。在战乱的时期，不单单是军人，就连一般的民众，也同样要骨肉分离。你的家人在槟城吗？我的家人在新州。那为什么你还留在槟城呢？回去。我想留在这里会比较好。是不是这里有让你牵挂的人？阿贵是槟城人吗？她是我妹妹，当然也是新州人。你们根本不是兄妹。女人只会为自己心爱的男人牺牲肉体。什么牺牲肉体？为了把你从宪兵部救出来，阿贵自愿献身。你们冒充兄妹，肯定是有人的苦衷。不过不是每个女人都愿意这么付出的。对她好一些吧。我没有办法对她做些什么。你亏欠了她的情谊。撑着吃吧。要不要我帮你啊？不用。阿贵，我们回去吧。你不会又像上一次一样吧？不会了。我记得你说过，我走，你才肯走的。新年快到了，你婶婶和阿呆一定很想念你。而我也很想念爸爸林山和林玉。这次是真的要回去？是真的。
我们不能老待在这里。はい写真を全部外せ。はい。連れてけ。はい。慢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要抓我？你支持抗日分子，从事抗战事情，你鼓吹抗日。全世界的华侨都在抗日，你们抓得完吗？バカ野郎！連れてけ！はい。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放开我！放开我！你是不是抗日分子？抗日分子躲在哪里？快说！我是个残废的老头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抗日。你当年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现在肯定也支持抗日，所以你就是抗日分子。孙中山先生搞革命的时候，也是得到你们日本人的支持。这么说，你们日本人也是抗日？啊，这样！注意殿、坂上注意殿。お父さんが大変连我这个残废的老人，你们都不肯放过。
不但带毁了你的声誉，还让你为了我受苦。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折磨你，绝对不会。 我是你儿子，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一定会保护你的。はい。そうです。坂上です。何 ?2 日後に立つのは早すぎます。はい。陛下に忠誠を尽くします。ただお願いが、父を守ってください。彼は年老いた老人なんです。お願いです。发生什么事啊？就快被调走了。被调走？ 我来向你辞行的。来，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吴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啊？啊？喂，知道了。先生，我要你帮我个忙。什么忙？我走后。 我要你照顾我父亲，啊！对不起，我做不到。为什么？为什么你做不到？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老人，是不是？是不是我是一个日本军官，所以他不敢帮我？是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也要回去新州。你要回去新州？ 我很想念我的家人。家人，跟家人团聚，家人团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开心的事。 我从小就和我父亲分开，没体会到父子情。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父子连心的感觉，原来是这么的温情。 很快的，我在一个门口。你不能不走吗？我是个巨人，能听从军令，能效忠天王。是皇上讲求的是孝道。一句话说，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身为人子，身为人臣，你叫我该怎么办？啊！我也不下世一场，陪我喝呢。
可是因为我相识，我以为大家志同道合，会是好朋友，甚至是一起保家卫国的同伴，却没想到，你我却是不同阵营的敌人。我不想和任何人为敌啊！只是我生在这个年代、这个国家，我是身不由己啊！不是穿上日本军服，我想我们会是好朋友。如果没有战乱，全世界的人都是朋友啊！我们相识一场，干了！为和平，干了！为和平干了！入れ。注意、郷さんが食事をと。何？食事？はい、もうお待ちです。我们父子俩难得在一起好好吃顿饭，就把它当成是团年饭吧。团年饭？就快过年了，我们先吃。照理应该吃一顿好的，可是战乱时期，就只能做这些了。能够跟爸爸一起吃饭，吃什么都没关系。这是你妈当年替我缝制的衣服，我一直收着。你带走吧。妈妈缝制的。爸爸，我可以装上吗？你看，多合身啊，就像是为你缝制的一样。妈妈的手工真好。当年我们两个的生活费，就是靠妈妈替人家缝制衣服来维持的。当年我是不得已，才把你们送回去日本的。你们回去日本之后，我一直想跟你们联络，可是所有的信件都被退回来，托人家去找，也找不到。我们根本没有回日本。那你们去了哪里？我们一直都在槟城。你们一直没走？我们就住在
光阴庙后面一间小房子。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一郎、神様にお父さんの無事を祈りましょう。お父さんはいないのに、どうしてお父さんのためにお祈りするの？お父さんはとてもいい人ですけれど、訳があって私たちと一緒にいられないのよ。今にあなたが大きくなったらわかります。明日はお正月だけど、お父さんは帰ってくるの？ええ、きっと帰ってきて私たちと一緒にお正月を迎えるでしょう。妈妈死后，我就加入了军队，担任军官。这次被派来槟城，为了妈妈临终的嘱咐，也为了我尽儿子的责任，所以才来看你。你妈妈知道我们父子相认，她一定会感到很安慰的。只是我没想到，我的到来会带给你这么多痛苦。可是你吃了不少苦啊。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不应该来找你？如果不来找你，就不会损害到你倾家荡产换来的荣耀和尊贵，就不会让你名声受损。如果你不来找我，你怎么对得起你妈？更何况，荣耀和尊贵，怎能跟父子亲情相比呢？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到霹雳州去。以后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你要照顾你身体。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你不用担心。倒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要记着，你身上我们华人血统，对华人要宽大些。你的手千万不要沾上同胞的血。我知道，我是中日混血，我从来都不会伤害中国人。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以后更不会。好，很好。你等着和平的到来吧。我希望能等到这一天。时候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保重。你是马上离开槟城吗？收到了文件，我就得走。我走之前会回来看你的。
这么巧，你也是今天离开槟城。上车吧，送你们一程。不必了，我们走的路不同。我们的车来了，你保重。爸，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可不可以开门，让我见你最后一面？爸，我知道你不想再见我，我也知道，我这次来令到你很伤心，对不起。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你老人家要保重。板上离开后，吴世祖一直情法于心中交战，很是痛苦，终于忧郁一终。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槟城逝世，享年72岁。昨日在今日徘徊，何日相对？如果梦还可以延续，就不会醒着不睡。烟火中你的眼泪无说后悔。当我终于做好准备，风不会在你这吹，逆风不再吹。新传媒电视第8播道。